Hello， 新浪娱乐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凌赫。这一次拍戏下来，我觉得最让我打开新世界的是第一次拍爆破戏和枪战戏。对，以前都是在电视里面看那些打枪的嘛，这一次真切的体验了一下开枪的感觉，其实挺害怕的。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枪声会这么响。那其实男孩子是不是心里都有这种就是？是啊，开枪之前很兴奋，这开完枪之后挺害怕的，因为声音特别大。好好对自己吧，对。希望他可以好好爱自己。那如果我想和慕容清逸成为朋友的话，你会向我如何介绍他呢？慕容清逸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你看他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比较纨绔、比较爱玩、比较玩世不恭的人，但是呢，你跟他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非常重感情，而且对爱人、对朋友都会付出很多的人。你跟他做朋友会非常非常开心。他其实就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酷，但是他内心特别的善良温暖，非常善良，非常有爱。那我和他的相处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他有些话你不用放到心里去，他虽然表面上嘴比较毒，但是他心地是很好的。我喜欢开场就是穿着军礼装，然后比较正式的那个衣服，我会喜欢那个，非常有气势。而且我也第一次穿这种军装吧，它应该算是军装里面的礼服，不止2个阶段，3年前、3年后，还有一个是6年后。对，6年后是他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之后回来的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状态。3年前会比较像初恋一样。慕容清逸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还是一个对世界不太了解的一个年纪，他会比较像一个少年。然后3年后回来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阶段，因为他经历了一些非常非常大的人生磨难，经历了一些世界的不公平，这时候的他会处于一个有点厌世的感觉。对，他情感状态也很复杂，面对不同的人。前期其实有点偏这种温润的这种贵公子的感觉，然后他后面就有点疯批了。那这种温润和疯批，你自己比较偏好哪一个？我会喜欢3年前了。对，我会喜欢那种软软糯糯的，然后虽然说他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世界观和面对事情的态度，但是看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看见他没有很多人爱他的样子，我会更加去想要去爱他，心疼他了，心疼他。是不是3年前这个状态也和你本人比较像？我本人有看到影子，但跟现在可能不太像吧。现在还比较成熟了，会比当时的慕容清逸好一点。还是得追根究底，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3年前，他虽然说看上去比较懵懵懂懂，但是他会有一些，就像他的那个笔名一样，就是素素给他的笔名一样，有点像都货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接收到的爱比较少，他会觉得他自己一个人活着就够了。对，所有的情感状态都会基于他以前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慕容清逸身上也背负了很多这种爱恨情仇嘛？你觉得他最在乎的东西是什么？爱啊，爱情、亲情，然后对所有人的爱。慕容清逸其实最缺失的是这个，所以说他必然最在乎的也是这个。他渴望别人去爱他，他也渴望说在爱的过程当中去获取到一些自我的认知、自我的认可。所以他其实是不是成长也是一个在比如说学会爱人或者被别人爱的这种？没错，学会爱，然后去感受到爱，再去反馈到他对别人的爱。所以其实慕容清逸会选择什么作为他的解药呢？选择爱。那当然必然是爱。张凌赫本人啊，这个戏外生活中没有慕容清逸那么复杂的经历和情感，但是也会有烦心的时候。那张凌赫会选择什么作为他的解药呢？我吗？我日常吗？睡觉。对，就是一觉到天亮就会解决99%的问题。肯定会有遗憾，但后悔不觉得会有后悔的事儿，应该是会有遗憾吧。因为慕容清逸的经历中，他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了，他肯定会想说，如果我当时做的多一点，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其他的方式，这些亲人会不会不离他而去，都是遗憾。对前期的任素，3年前的任素素嘛，初恋般的感觉从任素素身上看到了她以前看不见的一些东西，而且在任素素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因为她从小比较缺这个东西。
后期的方木兰，我觉得是又爱又恨。对，就是带着任素素的影子，但是呢，她现在身份又不是3年前的自己的另外一半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怎么能对我这样？就是想问方木兰为什么吧？你为什么要变成了我的嫂子，回到了我的身边？哦，我特别喜欢那个，我们俩写信的那段戏，两人还没见面之前，我觉得很真挚，而且他们俩的书信往来其实都是对对方的一种救赎。就是任素素在慕容千一身上看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人，是任素素她以前没有的一个状态。慕容千一在任素素身上看到了就是情感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在信里边也感受到了爱，其实也是让慕容千一打开了一扇一直没打开的门。那其实就是他们还作为笔友的时候那种对，其实还充满了对对方的想象的这种，充满了想象，而且不掺杂任何其他的杂质，非常纯真。我四肢没有年久失修，就是只是在这方面的技能上有些缺失而已。有找回来吗？没有找回来，还是依旧那个水平。这个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有趣的部分在里面。哎，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那个是老师说的还是楚然说的？他说看你跳这个 tango， 好像觉得你更适合跳国标一点，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难道我真的找到了适合我的舞种吗？就是国标。真的吗？那到时候看看吧。如果大家也觉得我适合国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他们这是对我的褒义还是贬义啊？就是我跳 tango 的时候说我像跳国标的。褒义，绝对是褒义。OK， 好，褒义。从慕容信义的台词中学到了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的说话方式。之前是中级，现在可能是高级。没有什么含金量，就是仅供参考。我只是就是看到了一些图片，觉得自己好看的挑了一下，但是还是大家以自己喜欢的为主了，就自己身上的东西还是自己喜欢为主。好，那这个你自己会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吗？我没有就是自己喜欢的我一定会选，如果选不出来那就都要呗。对，如果可以都要的话。成年人不做选择。对，我还好我分事儿，其实分事儿，有些事儿我不在意的就真的是不会太在意，可能睡一觉就过去了。有些事儿在意的，我会找解决方式。我是那种我能感受到这个问题所在，感受到这种情绪所在，但是我一定会想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儿的人。我可能睡不着的原因不是说因为这种情绪积压在我心里面，而是说我想不到解决的方式，我一定得把这个方式想出来之后，我才会去睡觉。那你会希望自己拥有多一些这种钝感力吗？真的在这种每个人都想要吧，就是希望大家也希望自己会对一些事儿不那么在意，因为太在意的话，多多少少会给自己的情绪带来一些影响。对。那你觉得对于现在你来说，你的这个自洽的这个完成度是多少？一直在争取能够100%解决，但是这个没有一个达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不同的阶段会对不同的事儿会有在意的时候。时间好快，感觉好像近在眼前。像我们这种的职业，其实5年时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显的阶段，因为每一部戏嘛。我希望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看到我自己的成长，而且也幸好是有这么一部戏过来，我也看到了自己在每部戏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40岁的张凌赫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会有，如果展望未来，展望10年、20年之后的话，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拿奖啊，可以站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这是一个大的目标。小的目标还是每一部戏，希望在每一部戏身上，每一个角色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吧。就其实还是就是踏实的，就是往对演员嘛，就是角色为基准，以角色来衡量自己的进步。